Hello，大家好，我是林森路。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继续 Solo Duck 单人魔域的旅程啦。在上一集当中，我们已经创造了 Solo Duck 的故事世界。那有兴趣的人呢，你们可以移驾到我们的第一个影片去，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世界地图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那既然已经有了冒险的舞台，当然啦，我们也需要有冒险的角色才行。所以在今天我们会来创造出4个角色，那这4个角色将会成为我们之后的冒险的主角团。虽然我们是一个人玩的DRPG， 但其实 Shadow Duck 里面啊，它最适合的是战士、法师、盗贼还有牧师这4种职业的搭配。所以虽然我们一个人玩，但我们依然要创造出4个角色来。那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这4个职业各占一个咯。不过由于 Shadow Duck 的创角啊是用直骰的，所以即使是我们希望4个职业各占一个，但是也不一定能够这么的刚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用 Shadow Duck 的规则来开始一个一个创造角色吧。 Go Go。 首先一级角色会需要直骰它的背景，那 Shadow Duck 里面它的背景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就马上来骰吧。首先1号角色的背景是10号野蛮人，他离开了部落，但部落的影响却从未离开你。那下一个，没错，我在表格1。接下来下一个是属性直骰，那属性不像 D&D 5E，它骰的是4D6，然后去掉最低的那一个。我们在这里啊十分的暴力，我们是直接3D6直骰，而且从上到下6、2、12、15，好，从上到下排下来，不可以自己换，超凶的哦。再来4、3、8。那当然了 ，GM 如果你们自己带团的话，想要那个可以交换啊，或者不要用骰的啊，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在这里我们为了随机性，反正只有我一个人玩，也不用管他平衡性的问题了，就给他用最难的来做吧。这其实这个角色还不错呢。老实说，这个角色还不错呢。除了敏捷低了1点之外，其他的都是加2起跳。3 ，OK， 这样子他的6大属性就全部都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角色哈。再来是选择血统，虽然说血统可以用选择的，但在我们这边我们还是直接用骰的吧。那我们就直接骰1、2、3、4、5、6个种族，我们就直接来骰一个 D6， 噔噔噔噔噔。2号是什么？精灵，真不愧是精灵啊。那么我们就把精灵的血统写上去，这些效果下一次再写啊，现在写可以。精灵有远视，在使用远程或者是施法检定的时候获得+1的加值，所以我们把效果就写下来，然后它的来源是血统啊，清楚明确。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什么呢？职业天赋，选择职业。好，职业的话让我来看看。它其实做什么都可以耶。职业我们就先放着，先等一下再来选。我们把后面的角色都创造出来以后，再来决定大家的职业要用什么吧。那么我们的第2个角色，刚刚第1个角色是精灵野蛮人，不知道我们第2个角色会是什么呢？5号是被放逐者，意味不明。我们等下来看他的种族，看他的属性值来大概再来更加的认识我们的角色。加错了，D6，这样才对。开始8，力量不太行哦。11，敏捷普普通通，说得过去。10，机智普普通通。其实是说了，第1个角色刚刚实在是有点太强了，我从来没闪过这么好的角色，也是7号。其实一样8，而且这个角色其实才比较像正常的角色，懂吗？那正常角色应该就是差不多应该长这个样子。OK，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我们再来决定他的种族。1号是什么？记得是矮人是不是？对，这是一个特别废的矮人，也许他就是这样子，所以被放逐出来了。也许他正在踏上自己变强的道路，希望有朝一日回到自己的族人当中，去证明自己仍然是一个骄傲的矮人。好，再来第3个角色，
先从我们的这个开始，背景9是什么？草药师哦。下一个还要再加另外2颗第6。14，力量14。说到这样，刚刚那个矮人确实是蛮烂的。再来9，又是一个速度不够好的。不过矮人的速度还不错，也许他能够跑得过这2个角色，在需要逃亡的时候。10，再来14，再来8，最后一个，来看你魅力如何。10啊，普普通通。事实上这个角色还不错强，还不错强。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2号又是精灵，等等，对吧？我没有搞错吧？在这里下面又是精灵。好，我们现在有2个精灵，1个矮人。直接复制第1个的不就得了？也许这2个精灵是兄弟，他们是好朋友一起出来的，一个是草药师，另外一个是野蛮人，很好，甚至是来自同一个部落呢。最后一个角色啦，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角色的6维不对，它的背景是什么？2号通缉犯。画风突变了。那2号的6维是13，力量算不错。10，敏捷也是普普通通。7，体质不快，好，可能不习惯监狱的伙食。8，哎呀，智力也不太行。15，但是感知能力很强。最后是魅力呢？14，也是不错。好，这也是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角色。以强度，至少以属性上的强度，应该是1号、3号、4号、2号这样。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他是什么种族。会再一个矮人呢？还是我才是很会预言啊，确实是再一个矮人。好吧，这就是2个精灵、2个矮人组成的队伍。矮人 ，OK。那我们接下来决定一下那个职业啦。职业的话嘛，来看看，这个是智力加2。我们先从最不能被替代的来开始好了，也就是我们的法师。法师是智力要高，越高越好。那我们现在这里有这个加2，这个减1，刚刚也是减1吧？不对，是减2和加2。那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行，我们就不用他一定要当法师。这个人只有智力高，还有力量高，这是一个力量型法师，来吧，是，你就是法师了。内容效果我们之后再写，再把它补完。那身为一个法师，看一下，他有这些效果、这些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他可以施展法术。那在我们的 Shadow Dark 施展法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因为 Shadow Dark 的魔法规则让你可以，只要你有办法施展，你就可以一直施展。但是只要你施展失败1次，你今天就都不能够施展那个法术了。我们来看，在施法的规则里面，哪里啊？基本装备翻爬专注施法没有，往下啊！施法在这里，你的施法成功难度是10加上该法术的层级。那有鉴于我们的角色都是1等的小烂咖，那我们的施法难度就都是11，也就是说我们要甩一个1d20，加上我们的施法调整值要大于11，大于等于11才会成功施展这个法术。所以我们这个角色是加2，如果我刚刚是这样施展的话，6加2 8，那就没有成功，这就是一个不成功的施展，我们就失败了。那但是假如我成功的话，像我甩到17，我今天就可以再施展1次。甩到6我就失败了，今天就不能再施展这个法术了，大概是这样子啦。那详细而言之后再说咯。所以我们远视很明确，这里就要给它加上施法加1，那么就会让我们的施法加值调整值来到加2。7加2 7加3，就会来到加3，所以7加3 10，刚好10还是没成功。我要最低可以甩到8，我就可以施法成功了。这样好，那再来是法师已经有了，下一个是我们的牧师。牧师需要的是感知高，
这边有一个感知加2，4号角色通缉犯感知很高，没错。又是我们的1号角色，这是天选之子。那很明显的，等我一下，他是减1号，他是加0，那有没有敏捷是加的？加0。那3号呢？减1哦。虽然他们2个都适合当牧师，但是我们的1号角色是特别不适合当那个盗贼的，2号角色还能够当盗贼，那么我们那就没有问题了，你当牧师。牧师是这个游戏里面唯一可以直接治疗的，那牧师也是能够装备所有护甲，就是重甲、中甲他都可以装备，法师和盗贼就都不行。所以牧师和战士通常都是站在前面坦的，那他的体质有够低，可我希望他在前面坦可能有点难度啊，好吧。那最后就是盗贼和战士这2个非法职的职业啦。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矮人，这个精灵，所以我们有个精灵战士，有个矮人盗贼，这肯定是哪里出错了。好，那在 Shadow Dark 里面啊，战士就是最典型的战士。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它能够搬东西会比较强。那体质为正，它其加入携带装备量里面。那什么意思呢？那所有人的携带装备量都等于这个我们的力量调整值。那除了战士，战士还会再加上他的体质调整值啊，不对，讲错，是加上他的力量属性值。那战士的话还会额外加上他的体质调整值，所以我们这个战士角色呢，可以背超级多东西。那其他的角色就不能背那么多了，只能够背力量属性值是8，但是最低是10，所以他就是背10个。那这个家伙可以背14个，应该要直接写公式在里面的。那这个是背13个 ，OK， 就这样。那我们就来简单的为这4个角色取名字吧。角色1是一个精灵战士野蛮人，那他跟我们的角色3，精灵法师草药师可能是来自同一个部落，他们是一起出来就是冒险的。那他们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去寻找到一个跟部落攸关部落存亡的重要的遗物。那这一对兄弟姐妹，随便他们还不知道，这一对好朋友一起出来冒险的呢，他们就一起要来寻找到这个部落遗失的神器。而他们在路上就遇到了这一对矮人的兄弟，是一个矮人盗贼被放逐者，主要是这个家伙是个盗贼，所以他被放逐了，太合理了。那还有一个矮人牧师通缉犯，这2个都不算什么好东西啊。他们在他们原本的氏族当中，他们原本的堡垒当中被通缉、被追捕，甚至是被流放。被追捕、被流放，到底想干嘛？总之，这2个都是被矮人社会给排斥的存在。他们已经羞辱了他们的氏族，所以姓氏也被剥夺了。那名字就直接出来了。这个矮人牧师通缉犯，他的名字叫做告辞，这样。那另外一个矮人叫做黑铁，不是这个铁。好，告辞和黑铁呢，他们是一起被部落给放逐出来的。他们在森林当中遇到的这2位精灵，那这2位精灵部落出来的人呢，他们并没有这么强烈的种族歧视、刻板印象，毕竟他们不是从比较有文化的精灵的族群出来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就是想要讨厌这对矮人兄弟的意思。所以这对矮人呢，就跟这对精灵一起冒险。毕竟在这个可怕的世界当中，要生存下去，肯定是越多伙伴越好的。那精灵法师的名字叫做什么啊？想一个非常精灵感的名字，叫做艾薇。嘿，那精灵就是女生啦，女生组、姐妹组和兄弟组。那这个精灵战士野蛮，她也是一个女战士，她叫做尼迪，她叫做弗拉雅。好，就这样。那毕竟他们并没有被放逐，所以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姓氏的。这个就叫弗拉雅微风。不要，
给他一个更厉害一点的名字姓氏，叫做暗影之风。算了，微风就微风，下次想到什么别再说。这是一对亲姐妹，所以那个艾维也是微风家族的。艾维微风还有弗拉雅微风，他们就接纳了黑铁和锆石这对落难的矮人兄弟。当然了，矮人兄弟并没有把自己真正的背景告诉这一对精灵姐妹，他们不希望这个背景成为他们新生活的危害。那于是这对矮人兄弟就加入了精灵姐妹去寻找部落遗失的这个神器的旅程。他们的旅程就要从一个跟他们自己的部落毫无关联，跟他们原本的矮人的城市毫无关联的地方开始，所以这需要是一个人类的城市。那么这里其实还不错呢，刚好是一个小村庄，他们的冒险就从人类村庄作家之户开始吧。这里就是我们冒险的起始地。小队位置，小什么队？对，好，那我们的角色就都创造好了。那在下一集之前，我会把这个角色的一些效果能力全部都写上来。那今天我们创造角色大概就先这个样子。那我们下一次呢，会再把这些角色的细节，包括他的这些职业带给他的能力，还有他们每个职业都拥有的奇妙的天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开始的起始装备，我会在这个空档当中把它写下来。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拜拜。